看似离谱，实则非常有用的人体隐藏开关，学会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首先我们讲一个穴位，很至关重要的穴位，就是在我们头顶上的百会穴。那么百会穴归属督脉，别名三阳五会。采艾云篇三阳五会，五之为言百也。百行容多，会子聚会，头为督阳之会，穴居巅峰正中，故名百会，意为百脉于此交汇。百脉之会，百病所主。百会穴位于头顶的正中线和两耳间连线的交点处，也就是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那么大家想要找准这个穴位的话呢，可以将两手的大拇指压住两个耳孔，两手的中指指向头顶的伸直两手的中指向头顶伸直，指尖相触的地方就是百会穴。那么百会穴作为人体位置最高的穴位，绝不仅仅只有看似离谱实测有用的人体隐藏开关，学会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并不简简单单的可以调节我们头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气血循环都可以通过它来调理。那么想想看，百会穴在头顶正中央的位置，那就相当于人体的核心中区，即提阳生气的效果那是相当的显著。在历史上利用百会穴治病救人的案例很多。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户人家，人缘很好，但一直膝下无子。后来呢，经过四处求医问药，老爷子终于老年得子。谁知道呢，孩子长到7岁的时候，家人就逐渐发现这个小孩不光个头小，身体矮小，就连反应都比一般孩子慢。那更要命的是，这个小孩他越来越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总是喜欢一个人独处，而这种情况呢也越来越严重。那家人呢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于是呢就开始遍访名医。但孩子吃了几百副药之后呢，刚开始吃的时候是有一点起色的，那然后就没然后了，就没有了动静。那怎么办呢？直到有一天很幸运就遇到了一个郎中，郎中诊完脉说这个病可以治好，但是呢需要你们家里的人要有点耐性因为他治疗的过程比较漫长，少则1年，多则3年。那这个孩子呢，他是可以康复的。郎中呢，就嘱咐这家人还是照方抓药、煎药、服药。但他的方法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孩子喝下药半个时辰后，在孩子的百会扎一针，片刻呢，再把针取出来，然后嘱咐这个家人，孩子每次喝完药半个时辰之后呢，要轻揉他的百会穴81次。那么1年半以后呢，郎中就回访了。他在来到这一家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院子里面玩。那这个孩子呢，就是那个大家都认为无可救药的孩子老爷子看到了郎中过来，就很好奇的就问起郎中，这个病你到底是怎么治好的？那郎中就笑着回答，公子的病呢并没有那么复杂，无非就是胃养不足，造成阳气不足，日久呢就累及脾肾，才出现这种症状。那治疗的时候呢，从这方面呢下手呢其实不难先前那些郎中的药呢本来也有用，孩子吃了之后呢，他之所以不管用呢，主要是这个孩子的阳虚到了很重的程度，那么连将药力运送到身体其他部位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用了百会这个穴位帮他运送药力让你们家人给他按81次，这就是帮他补充阳气。那么这样药力、体力、外力3者综合使用，孩子的身体自然就有了起色。说到这里呢，就要大家开动一下丰富的想象力了。我们反复强调这个穴位可以提升阳气，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想到这个穴位治疗的疾病自然和阳气下陷有联系。必定最常见的恐怕就是内脏下垂，特别是胃下垂。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老中医呢，在提到百会穴的时候，他就说，我每天早晚呢会按摩百会穴2分钟，觉得这样既健康非常的健康，可以活到100岁。那么呢，我就把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百岁穴。那么另外呢，消化系统的小困扰呢，有时候也是可以轻轻的拍一下我们的百会穴，它就可以帮你缓解便秘非常的神奇这个穴位
很多人失眠呢，那我就顺便讲一下失眠。很多人都被失眠困扰，晚上睡不着，工作很累了，压力很大，很困，但是就是睡不着，非常的痛苦。那么这里讲一下一个小妙招，就是按我们的小手指，它可以帮你快速的入眠。那么轻轻的按摩你的小拇指的根部，可以帮助你缓解压力。那你凌晨睡不着的时候呢，你不妨试一下这小动作，非常的方便，一边躺着一边按摩，让你的身心得到放松，可以帮助你的睡眠。那很多人就问，为什么按摩小拇指就可以睡着了呢？可以快速入睡了呢？它这个源于中医的经络理论。在中医理论里，手少阴心经呢，是从我们的小手指这小指开始的，沿着手臂向上延伸到胸部和心脏的区域。那日常生活中进行小拇指的按摩，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体，缓解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和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呢，按摩小拇指呢，它有助于入眠。那当然了，不是说你一按就睡着，可能要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入睡快一点，有人可能会慢一点。那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就想，怎么会失眠呢？中医认为阳不入阴就会导致失眠。那么阳不入阴的，那什么是阳不入阴呢？阳就是白天，阴就是晚上。阳是兴奋，阴就是安静。具体来说，就是白天你醒的时候就是阳，晚上睡觉就是阴。当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反而处于兴奋的状态，那就是阳不入阴。那引起失眠的因素就很多比如说精神的因素，着急上火，有事情没处理好，或者心有结就上火了，就导致睡眠不好，睡不着。还有就是生活不规律的人，现在非常多的人生活不规律，日夜颠倒，或者是工作要上夜班把生物钟给打乱了，就导致长期失眠。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疾病的关系比如说更年期还有抑郁症都会导致失眠。再就是身体可能有炎症、慢性病，查出了重大的疾病，然后心情就特别的焦虑的状态，也会引起失眠。那么在中医辨证里面呢，失眠呢可以分为4类，分别是心血不足导致的心脾两虚、肝郁化火、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还有就是其实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失眠。你想一下，很多人在生活中是不是睡觉的时候到半夜会有半夜抽筋呢？这并不是寒冷的刺激、过度疲劳或者局部循环出现障碍导致的，而是明显的缺钙的表现。因此想要保持良好的睡眠，那么我们就要合理的补充钙质。平时我们可以选择蔬菜、乳制品、豆类食物等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钙质。那么此外呢，在中医里面我们就认为肾主骨，所以缺钙的朋友呢，日常呢可以食用一些黑色的食物缺钙的朋友、睡不着的朋友，平时可以食用一些黑色食物。黑色食物有什么？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颜色黑色的都可以。还有就是用糙米一起煮成四黑粥来喝，也可以帮助我们补肾。那肾补好了，睡眠自然也就好了。这里再讲一下落枕。落枕呢，最为常见的颈部损伤之一，有过落枕的人都知道。落枕不仅有颈部疼痛的状态呢，还有就是颈部活动呢就会受限动不了，特别的僵硬，有时候会严重到放射到你的头部上肩部和上臂都会疼痛，影响到工作和生活睡眠。那么落枕是怎么发生的呢？它怎么治疗呢？怎么保健治疗呢？一般来说，我们夜间睡姿不良的时候，或者你枕头不适合，就会造成颈部的一侧肌肉过度紧张，颈椎小关节错位，使上处肌肉筋膜强硬不和，气血运行不畅，引起局部的疼痛不适，动作就受限。那此外呢，颈部外伤还有我们肩颈本来有旧患或者是风寒风寒感冒有时候也会疼。再就是睡姿的不良，也可以导致本病，甚至可以反复的落枕。那么落枕轻者，我们可以用穴位按摩或者热敷，它可以得到自行的痊愈。这里讲2个穴位可以缓解症状的，一个就是外劳宫穴。外劳宫穴我们又称为落枕穴，
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背的2到3掌骨之间，掌指关节后约0.5寸处，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指腹揉动按压100次，那么就可以起到通经络、祛风止痛的作用。那对缓解落枕的效果呢就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试一下。按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活动我们的颈部2-3分钟，可以起到效果加倍的作用。那第2个穴位就是手三里穴。手三里穴在哪里？在我们的前臂，在我们的前臂，把你的这个手臂抬起来，在前臂背面摇侧阳溪和曲池连线上肘横纹下2寸的地方按揉呢，我们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你按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酸胀，那就对了。穴位按摩就是痛，你按的地方它痛就按对了穴位，有酸胀感。同时呢，配合我们的颈部你哪边疼就往哪边转动，每次维持10秒钟左右，颈椎活动呢就会得到慢慢的改善。这里再讲多2个穴位大家比较应该会经常用得到的，就是现在人很多有心气郁结的，现在我们就讲一个按摩可以帮你消气的开关，帮助你平复你的情绪，让你心情呢就好像消气开关一样，然后迅速的平静下来。那么我们人到中年工作家庭的压力休息不好体力不支就容易感觉心慌气短、胸闷加剧，甚至呢我们的心前区疼痛。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摩2个穴位，一个是极泉穴，一个是膻中穴。那么我们讲一下极泉。极泉呢，我们调心呢就按极泉，心经是从我们的极泉穴开始的。极泉穴呢在我们的腋窝最深处。心包经呢这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极泉穴呢，手臂抬起来就在此。那如果一个人经常郁闷，他的腋窝下呢，就是这个极泉穴的位置呢，就会长包块，这就是心气被郁滞的现象。那如果把极泉穴弹拨开了，把这个包化解了，就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经郁积的疾病。另外呢，适当的弹拨腋窝下的极泉穴，还能够让心脏得到放松。极泉穴主治心痛、心悸、肩颈疼痛、胁肋疼痛、四肢不举，就是手抬不起来。那极泉穴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极泉穴它是心经脉的穴位，它就位于我们人体的2个腋窝的正中央，在腋窝下的2条经脉之间。那腋动脉的搏动的这个位置，手可以摸得到。极泉穴取穴正坐，手平伸，举掌向上曲肘，掌心向着自己的头，另一个手的中指，我们用另一个手的中指来按摩腋窝正中央，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极泉穴。用中指指尖按压穴位呢，每次早晚左右各按1到3分钟先左后右，它就可以治疗我们宽胸凝神、解郁宽心的气就消了。那如果出现心律不齐、胸闷、上气不接下气喘不过气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当你出现心律不齐、胸闷、上气不接下气爬楼梯或者跑步喘不过气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指按摩我们的极泉穴。如果你感到这个地方酸酸麻麻的就左右的拨动它，拨动极泉穴这个位置。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强心的穴位，就是膻中穴。膻中穴呢，在我们2乳头连线的中点，和我们的气密切的相关。气虚的时候可以按摩来调理，就你感觉到气虚、喘不过气和前面讲的症状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也可以按揉这个膻中穴。用我们右手的食指或者中指指腹搁在我们膻中穴这个位置，先按顺时针方向，先按100下，就是把我们食指或者中指的指腹放在膻中穴的位置，然后顺时针方向轻揉100下，再逆时针方向轻揉100下。
那么按揉这个膻中穴呢，可以扩张血管，调整心脏功能。记得点赞关注哦。